朋友们，我是萧生。今天在岁月安心站，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让人心情沉重却又至关重要的健康真相。前不久，我身边发生了一起令人痛惜的悲剧。一位52岁的朋友陈叔，在凌晨毫无征兆的突发脑出血，虽经全力抢救，仍不幸离世。他的家庭顷刻间失去了顶梁柱。最让主治医生扼腕的是，翻看病历时发现，陈叔的血压控制从数字上看并非极度失控。医生痛心疾首地指出，他的药一直在吃，但吃的方式彻头彻尾的错了。这句话重重地敲醒了我们许多人，仅仅依靠服药并把血压数值降下来，绝不等于万事大吉。实际上，错误的服药方式可能带来比不吃药更隐蔽、更致命的危险。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严峻的事实，在高血压引发的急性心脑血管事件中，脑出血导致猝死的比例相当高，甚至常高于更广为人知的心肌梗死。心梗发作前，身体可能发出胸痛等警报，而脑出血往往像一场毫无预兆的闪电战，瞬间就可能危及生命。高血压之所以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正是因为它能在漫长岁月里悄无声息地持续损害血管壁，使其变脆、硬化，甚至形成微小的动脉瘤。脑出血就是这些潜在风险突然爆发的残酷结果。陈叔的案例像一本沉痛的教科书，清晰地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服药管理上普遍存在却又极易被忽视的几个关键误区。这些误区很可能就是埋藏在我们健康道路上的隐形地雷。如果今天分享的内容能让您对健康多一份警惕和重视，请您为我点个赞，或者在评论区留下支持2字。您的每一个反馈都是我们继续为您创作实用健康知识的温暖动力。也恳请您订阅志享乐龄频道，并将这些重要信息分享给身边关心健康的亲朋好友。守护健康需要我们共同的认知与行动。第一，关于吃药的时间，我们错得太随意了。陈叔就是很多人的缩影，早上想起就吃，忙起来一转身就忘，等到晚上临睡前忽然记起来，今天药还没吃，赶紧补上一片，心里还安慰自己，反正一天一片，吃了就行呗。你看，这就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认知偏差。降压药它不是维生素，不是今天吃了就能补上昨天的亏空。我们的身体是一部精密运行了数十万年的生物机器，它有自己严格的节律，我们称之为生物钟。血压就是这个节律最重要的指针之一。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压在一天中有2个明显的高峰，一个是在清晨，大概从早上6点开始攀升，到8点到10点达到顶峰；另一个是在下午，大约在4点到6点。这2个高峰，尤其是清晨高峰，被医学界称为晨峰高血压，是心脑血管事件如脑出血、心肌梗死的魔鬼时间段。你想啊，经过一夜的睡眠，身体代谢处于最低状态，血液流动缓慢。清晨醒来，身体要从待机状态迅速切换到工作状态，交感神经开始兴奋，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自然会形成一个快速的爬坡。这个爬坡对于本身血管弹性就已经下降的高血压患者来说，无异于一次每天的压力测试。如果你的降压药是在早上7、8点，甚至更晚才吃下去，药物从吞服到被吸收，再到在血液中达到有效的浓度，开始发挥降压作用，是需要时间的，通常要1到2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在你血压自然爬升最快、最危险的那2、3个小时里，你的身体是处于一种药物防护空窗期的状态，血管是在裸奔的。研究数据冷冰冰地显示，清晨6点到9点是脑出血和心梗最高发的时段。等你的药效慢悠悠地起来，血压高峰可能已经对你的脑血管完成了一次猛烈的冲击。日复一日，血管不堪重负，悲剧就可能在某一个清晨突然发生。所以，有些有经验的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建议把某一种注意，不是所有降压药，放在睡前服用。目的就是为了让药物的血药浓度在凌晨时分慢慢达到高峰，正好迎头拦住清晨那个要命的血压晨峰。这就像一个负责的哨兵，在敌人可能发动进攻的前夜就提前就位。但是
这一点我必须用最大的声音强调，这绝对不能成为你自己随意改时间的理由，因为并非所有降压药都适合睡前吃，比如一些利尿剂类降压药，睡前吃会导致夜尿增多，影响睡眠，反而不好。是否需要睡前服药，具体服哪一种，必须由你的主治医生根据你的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结果和个体情况来定，自作主张可能弄巧成拙。第二，关于药的牌子，我们错在太不把它当回事。陈叔有一次听朋友说，某个国产的仿制药成分一样，价格便宜将近一半，于是就自己把吃了好几年的进口药给换了，也没告诉医生。这个举动看似省钱又聪明，实则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这里涉及一个非常专业的药学概念——生物等效性。是的，国家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其核心的化学成分原料药必须和原研药一致。但是，一片药进入你的身体，不仅仅是那个化学成分在起作用，药片里的其他成分我们叫辅料。比如让药片成型的填充剂，帮助它分解的崩解剂，控制它释放速度的缓释材料，不同厂家的配方和工艺可能天差地别。这就好比同样一份红烧肉的菜谱，不同的厨师用不同的锅、不同的火候，甚至不同的酱油做出来，味道和口感能一样吗？对于降压药，尤其是缓释片、控释片这类高科技剂型，它的释放曲线是生命线。好的剂型设计能让药物在24小时内非常平稳、匀速的释放出来，像一条平稳的溪流，温柔地拖住你的血压。而一些工艺不过关的仿制品，其释放可能不均匀，有时快，有时慢，导致血药浓度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你的身体长期适应了原来那种药物的节奏和旋律，血压已经和它形成了稳定的平衡。突然换一种释放模式不同的药，就等于强行给身体换了一首完全不熟悉的曲子，它必然会手忙脚乱，血压的稳定就被彻底打破了。血压最怕什么？最怕波动。一次剧烈的短暂的血压飙升，其冲击力可能比持续稳定的高血压还要伤血管。对于血管已经硬化、缺乏弹性的老年人来说，这种突如其来的压力波动，就像往一个已经老旧的水管里猛踩一脚加压泵，很容易导致血管破裂。所以，医生反复强调稳定，指的就是血药浓度的稳定和血压值的平稳。擅自换药是破坏这种稳定的头号杀手。即使因为某些原因必须换药，也一定要在医生的严密指导和监测下逐步过渡，绝不可以今天吃 A， 明天直接换成 B。第三，关于吃药时的生活，我们错在以为药归药，生活归生活。很多人觉得药片是药片，饭是饭，两者互不干涉，这是大错特错。你吃进肚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在同一个化学工厂，你的身体里发生反应。陈叔平时爱吃咸菜，早上喝粥总要就几口，他觉得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吃法，没什么。但他不知道，高盐饮食是降压药最大的敌人之一。盐里的钠离子会把水分子牢牢锁在血管里，增加血容量，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你吃下去的降压药，一部分进而都用在对抗这多余的盐分上了，效果自然大打折扣。更隐蔽的食物刺客是像葡萄柚、西柚汁这样的东西，它里面含有的呋喃香豆素等成分会强力抑制肝脏中一种叫做 CYP3A4 的代谢酶，而这个酶正是很多药物，包括一部分他汀类降脂药和某些地平类降压药，如硝苯地平、非洛地平等在体内代谢灭活的关键通道。通道被葡萄柚汁堵上了，药物代谢不出去，就会在血液里异常蓄积，导致药效被放大数倍甚至更多。结果可能就是血压骤降，引起头晕、眼花、乏力，甚至晕厥，这同样非常危险。还有一种危险的组合是西药加偏方中药。有些人像陈叔一样，吃着正规的降压西药，心里又不踏实，总想中西医结合调理一下，于是找些补肾稳压的中药汤剂或成药一起吃。问题在于，很多中药成分复杂，且缺乏与西药相互作用的大型研究。比如一些含有甘草的方剂，长期服用可能引起假性醛固酮增多症。
导致体内水钠潴留，钾离子排出增多，反而会引起血压难以控制，甚至反弹。你以为是西药效果不好，其实是中药在里面帮倒忙。所以在服用任何其他药物、保健品甚至功能性食品前，一定要咨询医生或药师，弄清楚会不会和你正在吃的降压药打架。讲完这3个最核心的误区，我们的话题还不能停，因为管理高血压远不止吃药这一件事。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生命管理系统。比如被严重低估的情绪血压，你可能不知道，长期的焦虑、压抑、易怒，即使你每次量血压数值都达标，你的血管也可能一直处于一种炎症和易损状态。心理压力和血压之间是双向的恶性循环。当你压力大、情绪激动时，大脑会命令身体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交感神经高度兴奋，大量释放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这些激素会让你的心跳像擂鼓一样加快，让全身的血管，尤其是外周血管剧烈收缩，血压瞬间飙升。想象一下，你的血管像橡皮筋，每天被这样反复的、用力的拉扯几十次，它的弹性还能保持多久？很多脑出血的悲剧就发生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一场重大的变故，或者长期郁结的心事爆发之后。陈叔出事前，据说正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事情，连续几天睡不好，情绪很低落。所以，学习管理情绪，练习深呼吸、正念冥想，培养一个舒缓压力的爱好，这不光是心灵鸡汤，这是实打实的血管减压术。再比如，盲目追求越低越好的陷阱。有些朋友非常自律，吃药一丝不苟，血压是降下来了，但总是感觉头晕、昏昏沉沉，走路发飘，精力不济。这很可能不是药物的副作用，而是血压降得太低了，导致了大脑供血不足。特别是老年人，血管自身的调节能力变差，更需要一个相对偏高一点的血压，才能保证心、脑、肾等重要器官得到足够的血液灌注。医学上强调的降压达标，这个标是因人而异的。一个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和一个80岁的单纯高血压老人，他们的目标血压值完全不同。这个金标准不是你在百度上能查到的通用数字，必须是你的主治医生根据你的年龄、基础疾病、身体状况，为你一个人量身定制的。定期随访，和医生沟通你的感受，比死死盯住一个数字更重要。还有一种情况叫假性高血压，最容易造成误判，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大衣高血压。有些人一到医院，一见到医生就莫名紧张，心跳加速，血压测量值比在家高出一大截。如果医生仅凭诊视这一次偏高的测量值就下诊断、开药，很可能让本不需要服药的人过早开始药物治疗，反而带来低血压的风险。因此，现在的高血压诊断和管理越来越重视家庭自测血压的价值。在家放松的状态下，早晚定时测量，记录下来，形成一条血压曲线。这份记录带给医生看，其参考价值远远大于诊室偶尔的一次测量。科技也提供了很多便利，现在有很多智能血压计，能通过蓝牙自动把数据同步到手机 APP， 生成图表，管理起来非常方便。最让人痛心的是那种回避心态。我知道有不少人，尤其是中年人，像当年的陈叔一样，偶尔测到血压高，心里害怕，于是选择逃避，不测、不看、不问、不吃。他们顾虑的是，一旦开始吃药，就意味着一辈子离不开药，就给自己贴上了病人的标签。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做法极其危险。现代医学观点认为，对于一部分血压只是轻度升高，且没有其他危险因素的早期患者，通过严格且长期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减重、限盐、运动、戒酒，是有可能成功延缓甚至暂时避免用药的。但是，请注意，生活方式干预不等于自己硬扛，它同样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和定期监测下进行，是一个科学的治疗选择，而非自我放弃式的逃避。盲目的硬扛只会让高血压在无声中持续损害你的靶器官，等到出现症状时，往往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损害，比如心肌肥厚、肾功能不全，那时再治疗，代价就太大了。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
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在最终发生脑出血、心衰、肾衰这些严重并发症之前，是没有任何特异性症状的。头晕、头痛、耳鸣这些感觉，很多人根本没有。高血压的沉默属性，正是它最可怕的地方。它像一个耐心的猎人，悄悄布下陷阱。我们不能因为感觉不到疼就当作没事。好在时代在进步，我们现在有了比过去更强大的工具来对抗这个沉默的杀手。除了家庭血压计，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是一个革命性的工具。它像一个小盒子背在身上，自动定时测量你白天活动、夜晚睡眠时的血压，完美勾勒出你全天血压的波动曲线。它能发现隐匿的清晨高血压、夜间高血压，能鉴别白大衣高血压，是医生制定和调整用药方案最可靠的依据。利用好这些工具，意味着我们从被动的病人转变为了主动参与自身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科技不是要取代医生，而是让我们能和医生站在更平等、信息更对称的位置上，一起做出最优决策。归根结底，我想通过陈叔的故事告诉大家，高血压从来不是一个靠几片药就能治好的疾病，它是一种需要终身管理的慢性状态。它就像你经营的一家小型企业，而你是自己的管理者。这家企业的正常运营依赖于多个部门的协同。药物管理部定时、定量、定品牌服药；饮食后勤部低盐低脂，注意药物相互作用。情绪人力资源部保持心态平和，运动拓展部坚持适度锻炼，监测审计部定期测量记录。任何一个部门的懈怠，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出现风险，甚至突然出现问题。那些我们平时不以为意的小事，今天聚餐太咸了，多吃点没事，忙忘了晚上补上药就行。跟孩子生顿闷气过会儿就好，他们累加起来，可能就是影响你血管健康的因素。从陈述的案例回溯，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不遵医嘱的患者，而是一个在健康管理细节上心存侥幸，最终被细节击倒的普通人。医生的那声怒斥和叹息，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警钟。所以在这里，我恳请你，如果此刻你或你的家人正在服用降压药，请务必记住这3个用生命换来的教训。第一，把吃药当成每天起床或睡觉一样固定的仪式，固定时间，绝不遗漏。第二，认准一个品牌，相信你的医生，不要自己随意更换。第三，吃饭喝水时多一份心眼，了解哪些食物会和你的药相互作用，管住嘴就是保护血管。最后，我想分享一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秘诀，建立你的个人健康档案，不需要多复杂，一个普通的笔记本或者手机里的备忘录就行。每天花1分钟记下早上晚上的血压值，服药的具体时间，今天吃的是不是太咸了，有没有喝酒，情绪怎么样，睡眠好不好。坚持1个月，你就会对自己身体的状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个小小的习惯，其价值远远超过你1年才去1次医院，和医生那匆忙的几分钟交谈。因为关于你健康最真实的数据，就藏在你这每一天平凡的生活里。健康的主动权，就在你每一天清醒的选择和坚持之中。好了，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心情依然沉重，但更多的是希望。我希望陈叔的故事能被更多人听到，希望这些用代价换来的知识能被真正记在心里。如果你的朋友、家人也需要听到这些，请一定分享给他们。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或疑问，我们一起探讨。守护健康，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我们下期再见，愿你和你爱的人都能岁月安然，身心安康。